越南是一个拥有3260公里海岸线的国家，除了国土内的海岸线之外，还拥有3000多个岛屿。多数来到越南旅游的游客，不外乎到下龙湾、岘港、芽庄、美奈、头顿、富国岛等旅游胜地游玩。这些旅游胜地除了拥有漂亮的海景、清澈的海水、白皙的沙滩以外，还有美味的海鲜。虽然越南是个拥有许多海上资源的国家，也许海鲜相对便宜，但也不是便宜到可以跟1碗1块、2块美金的牛肉河粉可以相提并论的。一旦发现被商家欺骗，肯定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旅游心情。因此，我们该如何在越南的海边买海鲜才不会被骗呢？本期影片将告诉各位，在越南的海边买海鲜，该如何避免被商家偷斤减两？买完鲜活的海鲜后，有没有代客料理服务？费用该如何计算？最后，还有没有什么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针对商家可能偷斤减两的行为，最直接也是小编我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自行带个小磅秤，以及一瓶500毫升未开封的瓶装矿泉水。当我在询问海鲜价格时，如果商家的开价是我感兴趣的，那我就会问他们能不能用我自行携带的小磅秤验证，又或者拿我手上的矿泉水测试他们的磅秤。几乎所有会偷斤减两的商家在这时就会直接不卖你，因此很轻易的可以避开这些不肖商人。至于诚实的商家，他们其实最爱看到游客自行携带未开封的瓶装矿泉水，很多时候他们会主动要求您拿您手上的矿泉水来测试他们的磅秤。因此，要找到诚实的商家其实是很简单的，但也很不容易，因为诚实的商家依笔者的经验其实并不多。在笔者来到越南的前几年，由于不懂，被骗也不自知，因此买得很开心。之后懂了，不想被骗，但又找不到诚实的商家，因此很不开心，也很少到海边去玩了。直到一次意外的发现，让我获得找到诚实商家的技能。自此，我又开始再到海边去开心的游玩了。故事的起源大致是这样的：每次我到海边去旅游，为了省钱，我都会住在离海边稍微远的廉价旅馆，之后再上 Google 寻找在海边卖海鲜的市场。由于大多数的游客都跟我用一样的方法，所以那些市场到处充斥着一次性消费的游客，也因此商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做着偷斤减两的生意。有一次，为了犒赏自己，订了一间拥有自己海岸线的旅馆。先在这里说个题外话，在这里所提到拥有自己海岸线的旅馆，并不是说海岸线是属于该旅馆的，而是该旅馆在建设时就把海岸线给包起来。虽然海岸线是公共的，但如果你不住在该旅馆，你是无法轻易的到达该海岸线的。而所有海岸线旁的旅馆老板都有着相同的经营共识，因此他们会很有默契的将旅馆一间挨住一间的盖，集体把海岸线给包围起来，让不住在他们旅馆内的游客无法轻易进入他们范围内的海岸线。接着继续前面的话题，由于我住在拥有自己海岸线的旅馆，因此随时都可以到海滩上玩。当我过去海滩上玩时，发现这里的海滩居然也有卖海鲜的摊贩，宛如一个小型的海鲜市场。当我开始跟之前一样，抱持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在询问价钱时，所有的摊贩都允许我拿手中的瓶装矿泉水来检查他们的磅秤。后来我才发现那里还有所谓的公秤。经了解后得知，原来当这些摊贩被旅馆允许进入他们的海滩进行贩售时，就必须遵守旅馆的规定，童叟无欺。而公秤就是由旅馆业者所提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入住游客的权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旅馆业者都愿意将自己的海滩开放给摊贩来进行贩售，也不保证所有的旅馆都会花心思在保障旅客的权益上。不过至少还是有一些旅馆业者愿意这么做。因此，当我们在预订旅馆时，如果同时也有购买海鲜的需求，可以在挑选旅馆时利用各种评价软体来选择这些愿意帮忙维护旅客权益的旅馆。也许住宿的费用会稍微提高，
但购买海鲜的支出也许会大幅下降，反而是值得的。接下来，当我们购买完海鲜后，如果想要直接享用，摊上是不是有待客料理的服务呢？答案是有的，很多贩卖海鲜的摊贩本身就有提供待客料理的服务，如果没有，也会帮您介绍。那么，待客料理的服务费用又是如何计算的呢？如果您买的是高单价海鲜，如龙虾，而摊贩本身也有提供待客料理服务，则通常会免费为您料理食材。如果不是，则通常待客料理的商家会看情况来收费。例如，买了2种不同的海鲜，请商家料理，但选择一起清蒸，则商家通常会采取计重方式计算费用。如果是选择火烤，则商家通常会依种类来计算费用。无论商家是采取哪种方式计算费用，每1公斤或每一份收取的费用，大约都在2万至3万越南盾之间，折合美金约0.85至1.28元。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呢？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避免被摊贩偷斤减两，所以我们宁可选择单价较高的餐厅来用餐。然而，并非所有的餐厅都是值得一去的，我们仍然有被骗的风险。并不是餐厅本身会骗人，毕竟他们是开门做生意的，只是很多餐厅没有足够的资金，事先买一堆海鲜，尤其是将活的海鲜养在自己的店内，因此他们会同意让一些摊贩在自家餐厅门口卖海鲜，当顾客买了以后才进行待客料理的服务。然而，餐厅在顾客挑选海鲜的时候，并不会告知顾客这一点。因此，大部分的顾客都以为他们买的海鲜是属于餐厅的，而放下戒心的购买。殊不知，他们可能正在被不良摊商给欺骗。因此，挑选餐厅时，请务必挑选在店内拥有自己专业养殖设备卖海鲜的餐厅，不要选择摆放在餐厅门口，仅使用简易供养设备卖海鲜的餐厅，这样才能减少受骗上当的几率。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内容，希望能让各位在越南旅游时，在海滩上玩得开心，吃得尽兴。谢谢各位的观看，祝各位有个美好的一天。